马斯克其实从内心是瞧不上比亚迪的。在2011年时，有记者问他是如何看待比亚迪的，他瞬间就笑了，而且是连续3次哈哈大笑，连记者都感到很诧异。然后他说我觉得比亚迪不怎么样，技术含量不高，在中国生存都很困难。11年时间过去了，比亚迪狠狠打了马斯克的脸。比亚迪不仅在新能源销量上超过了特斯拉，而且他们生产的电池还成为了特斯拉的供应商。一边与特斯拉较劲，一边还能成为他们的供应商，我们只能说比亚迪是真的牛。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比亚迪寄予厚望，说比亚迪在未来很可能超过特斯拉。那么这件事儿会成真吗？大家好，我是熊猫，今天就来说说这件事儿。对了，视频制作不易，麻烦各位点个关注和小红心支持一下，感谢感谢。很多人都说比亚迪的技术储备其实不输给特斯拉，甚至比特斯拉还强。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比亚迪成长经历导致的。比亚迪和华为一样，从创立初期就非常注重自研技术，这和它的创始人王传福有很大的关系。王传福是上世纪90年代的硕士生，就读的是北京有色金属总院。要知道90年代的大学生都很稀少，更不用说硕士生了。而且北京有色金属总院是国家重点研究院，常年负责攻关前沿和重大科技项目，能从这里毕业的学生都是真正有本事的人。王传福也不例外。1990年，王传福在毕业后就被总院留校研究电池。5年后，他以301研究室负责人的身份辞职下海。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各种数码设备涌入国内，王传福就敏锐地判断电池市场一定会迎来爆发，于是找亲朋好友拉了450万的投资，在深圳成立了比亚迪，做的就是他擅长的电池。比亚迪刚刚成立，王传福就展示了对技术的执着。当时国内电池企业的生产模式很粗暴，就是引进国外的生产线，然后进行生产。这样做虽然速度快，可是设备的相关技术却依然掌握在国外手里。所以王传福选择自研生产线，将一条价值1000万的镍镉电池生产线被他以200万的价格就改装成功了。比亚迪就是凭借这条生产线生产出高性价比的电池，最终站稳了脚跟。此后，王传福更加坚定走自研路线，也多次改装和自研生产线。除此之外，比亚迪也积极扶持国内供应链，把国产钴等原材料提高到国际品质，目的就是掌握话语权以及提高产品的性价比。1998年，比亚迪生产的镍镉电池占据全球40%的份额，成为当时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可以说，比亚迪的自研基因其实从王传福创立它的初期就有了，此后也是凭借这种基因一路打脸看衰者，甚至逆袭特斯拉。2002年，比亚迪成功上市，此时的比亚迪已经如日中天，不仅是诺基亚的电池供应商，王传福更是成为中国首富。按道理来说王传福此时可以享受事业的荣光了，但是他却并没有自满，又将目光瞄准了汽车市场。在他看来，电池的潜力远远不只是数码产品，在汽车上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甚至能帮助中国解决能源危机。因为当时中国需要进口大量的石油，占比大概有70%左右，而进口的石油里又有70%是被燃油车消化掉，所以解决石油能源安全问题肯定是将来必须解决的，而电池恰恰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刚刚当上首富的王传福就决定将公司业务扩展到新能源汽车领域。但是这一次王传福玩得更大，他不仅要研发磷酸铁锂电池，还要亲自下场做汽车品牌，甚至做汽车的核心零部件。要知道，想在这3者上突破是一个比一个难。当时中国的汽车都是以合资车为主，连国产燃油车都很少，更不用说什么电动车了。而且在比亚迪之前，只有吉利一家民企，人家李书福至少是摩托车出身，对造车也是比较在行。而比亚迪一个做电池的，凭啥造汽车呢？更何况是不成熟的电动车。所以王传福的决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不仅投资者连夜打电话让王传福不要做汽车，企业内的高管也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王传福顶住了压力，比亚迪又开始刚创业时的那种钻研精神，他们同时在电池、汽车品牌、核心零件上3线布局。为什么有些人说比亚迪的技术积累比特斯拉还多？秘密就在这里。2003年，比亚迪收购了秦川汽车，拿到了汽车的生产牌照，正式进军汽车领域。然后又在同年成立了比亚迪半导体事业部，攻克电动车的核心零部件。2004年，这个事业部就升级为比亚迪微电子公司。除此之外，他们还将依托手机电池业务攻克磷酸铁锂电池，3大路线同时进行，对于比亚迪来说也是相当的困难，所以市场对比亚迪的反应特别激烈。当比亚迪收购秦川的时候，股价一下子跌了1/3。那么比亚迪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呢？其实还是钻研技术。我们先说下汽车业务是怎么突围的吧。比亚迪收购秦川的时候，他们已经衰落了很久，除了一张汽车生产的许可证外，基本上没有留给比亚迪什么有用的技术，所以比亚迪只能自己从头开始。
他们买了几十台车进行拆解，然后让工程师进行逆向工程，学习先进汽车品牌的造车工艺，然后再自己一步步摸索。但是即便如此，比亚迪依旧花了3年时间才造出了第一辆车 F3。比亚迪 F3 当时的售价只有7万多，与动辄10多万的合资车相比便宜了很多，所以很快就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比亚迪的成本战略再次成功了。凭借这款车，比亚迪在汽车领域也站稳了脚跟，并且车型越来越丰富。2009年时，销量就已经达到了44.8万辆。当然，比亚迪也没有忘记研发电动车。2006年，比亚迪在 F3 的基础上，率先研发出第一代纯电动车 F3E， 时速最高150公里，慢速下续航可以达到300公里，性能还算不错。可惜的是当时充电配套不够，比亚迪 F3E 并未得到经销商的认可，胎死腹中。这辆纯电动车 F3E 最终被改装成混动的 F3DM 车型。但是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F3DM 的销量也不高 ，F3DM 第一年的销量并未超过100辆。可以说，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的尝试并不成功。迫于市场需求，比亚迪在此后虽然没有放弃研发电动汽车，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畅销的车型还是以燃油车为主。比亚迪需要不断的给新能源汽车输血，才能维持住电动车的业务。在最艰难的时候，还要发行债券才能维持住。王传福当时也犹豫过，他说一旦方向失误，损失的时间可能是5年、10年，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但是面对失败，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他坚信新能源一定是未来战略方向，电动汽车是符合这个趋势的。果然，在硬扛了几年后，王传福的坚持得到了最好的回报。2012年，当年中国开始扶持新能源汽车，比亚迪很快就因此受益，新能源汽车销量开始逐渐增加。2013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就突破了3000辆，而且还在大幅度增加中。2017年时，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就飙升到了113669辆。而且旗下的车型也越做越多，有纯电动的比亚迪E6、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比亚迪秦以及比亚迪唐等畅销车型。比亚迪作为国内第一批新能源车企，终于熬成了中国新能源车企的龙头，连股神巴菲特也非常中意比亚迪。2008年，巴菲特在参观比亚迪后，认为王传福具备一个成功企业家的诸多素质，所以决定投资5亿美元，这是巴菲特首次投资科技企业。没想到王传福却拒绝了，理由是不希望巴菲特账股太多。最终，比亚迪只接受了巴菲特2亿多的资金。或许王传福的自信让巴菲特非常欣赏，他数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认为投资比亚迪是他一生中做的最聪明的决定之一。被股神看好的比亚迪，经常被拿来与美国的特斯拉比较。2011年，有记者问马斯克是如何看待比亚迪的挑战时，他是非常不屑于比较的。彼时的特斯拉不仅是老美电动车行业的未来新星，还深受资本市场的青睐。而马斯克本人更是享誉全美的科技狂人，他有足够的资本笑傲新能源汽车，所以他看不上比亚迪也是情有可原的。然后此后的几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就像是坐上了火箭一样，一直在追赶特斯拉。2022年上半年，比亚迪销量就超过了64万辆，比特斯拉还多了8万。那么比亚迪汽车是如何超过特斯拉的呢？有些人说是靠中国的市场，也有些人说是靠低价取胜。其实这么说真是小看比亚迪了，真正的原因正是另外2个大布局，也就是磷酸铁锂电池以及汽车核心部件。电池是比亚迪的老本行，所以他们对电池的期望非常大。在2012年那段时间，比亚迪一度需要靠员工降薪度日，但是他们还筹款120亿建设一个储能厂。如果说汽车是比亚迪的梦想，那么电池就是比亚迪的根本了。当时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动力电池有2种，一个是3元锂电池，另一个是磷酸铁锂电池。3元锂电池能量密度高，续航更久，但是不够稳定，安全性差。而磷酸铁锂电池虽然价格便宜，安全性强，但是能量密度较低，两者各有优势，很难说哪个更好。但是各大车企为了解决用户的里程焦虑，还是将目标转向了密度更高的3元锂电池。可比亚迪没有盲目跟从，因为他发现3元锂电池需要大量使用镍、钴、锰等贵稀有金属，而这些资源中国比较少。如果中国的车企们都使用3元锂电池，依然会面临跟石油一样的困境。关键核心材料被掌握在别人手里，而这与比亚迪当初造电动车的目的相违背了。与3元锂电池不同，磷酸铁锂电池的成分主要是铁和锂，锂矿和铁矿相对不容易被人卡住脖子，并且磷酸铁锂的性质相对稳定，安全性高，价格也不贵。如果能够攻克续航问题，磷酸铁锂电池会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动力电池。于是刀片电池就应运而生了。比亚迪通过结构创新、自研碟片工艺，将一整块的磷酸铁锂电池包分解成一块块竖长的刀片，不仅增加了电池的散热面积，也有效地避免了不同片电池间的短路引发起火的可能，安全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2020年，比亚迪汉纯电版搭载的就是刀片电池，它的最高里程数可以达到600公里。一经推出后，就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也正是刀片电池之后，比亚迪的销量开始爆发式增长，仅仅用了1年，销量就增长了70%。
刀片电池不仅征服了消费者，还把老对手马斯克给打服了。2021年，特斯拉表示他们的汽车电池将会调整为磷酸铁锂电池，只有长续航版才会保持3元锂电池。在今年的6月份，比亚迪副总裁连玉波就公开承认了将为特斯拉提供刀片电池，比亚迪成功实现复仇。那么开头的问题来了，比亚迪未来会超过特斯拉吗？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基本不会输，未来超过特斯拉的概率也不小。原因呢，就来源于比亚迪的另外一个战略——汽车关键零部件。很多人关心比亚迪，只关心它的电池和汽车。其实，比亚迪的第3个布局才是它未来崛起的关键，那就是自研关键零部件。比如汽车上的功率器件 IGBT 的全称叫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它是一种半导体，可以控制电压和电流。没有它，电动车的零部件很容易就烧坏了。如果说传统汽车省油靠的是引擎，那么电动车省电靠的就是功率器件，所以它也被称作电子装置的 CPU。而就是这么重要的零部件，却长期被国外巨头垄断着。我在华为汽车那篇就科普过，我国 IGBT 芯片有90%得从境外进口，当时市场被英飞凌、富士电机、三菱等外资企业掌控着。一旦国外企业断供，国内的车企们就无米下锅了。而比亚迪与华为一样，都有个传统，能自己造的坚决不买。所以早在2003年，比亚迪就成立了半导体部门，然后次年又成立了微电子公司。2005年时就开始组建 IGBT 团队，布局功率器件。2018年，比亚迪发布了 IGBT 4.0 技术，正式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了自主生产。如今，比亚迪已经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 IGBT 完整产业链的企业了。在其他新能源车企还使用进口 IGBT 的时候，比亚迪已经实现了国产化替代。2019年，在中国新能源车 IGBT 模块的市场里，前5名中有4家都是外国企业，而剩下的1家中国企业就是比亚迪。它以18%的市占率排在了德国英飞凌半导体之后，位居第2位。除了 IGBT 外，比亚迪实现了半导体器件国产化的还不止这些，还有像 SiC MOSFET、IPM、MCU、CMOS 图像传感器等车规级功率半导体器件都实现了自主生产，有些甚至已经实现突破。可以说，即便某些国家对比亚迪制裁，也不会影响到比亚迪自主生产汽车。大家还记得这2年汽车缺芯潮吗？几乎每一家车企都因为缺芯导致产能跟不上销量，所以未来谁能够掌握更多的芯片，谁就能保持稳定的销量，甚至提高汽车的车机性能。比亚迪布局的半导体团队做的就是这些，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将比亚迪比作华为，甚至说它的技术积累超过特斯拉的原因。因为比亚迪不仅仅是一家品牌车企，更是一家汽车供应商，同时还是一家老牌的代工厂，这些足够令它立于不败之地了。它在汽车领域与特斯拉较量，在电池领域与宁德时代较量，在半导体领域未来还将与博世、英飞凌等巨头较量。但是同时，它又和这些企业相互合作，极其特殊。除了特斯拉，我再举个例子，2020年，比亚迪和丰田共同合资成立研发公司，共同研发纯电车的相关技术。王传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丰田本土的研发周期太长了，比亚迪可以帮助丰田缩短研发周期。如果他们能在关键的部件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将会是未来最大的助力，也是超越特斯拉的关键。或许很多人会说，比亚迪在销量上已经超过特斯拉了，但仅有这个是远远不够的。比亚迪虽然在上半年取得了64万的好成绩，但几乎都是国内的销量，海外销量只有几千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水分。而特斯拉的56万销量中，大陆销量只占了35%，所以在国际化上，特斯拉远超比亚迪。除此之外，比亚迪与特斯拉比，还有单车利润低、智能化不够的劣势。但是我依然看好比亚迪，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慢慢积累的，而且比亚迪已经在这几方面进行布局了。比如全球化，比亚迪在7月21日宣布将正式进军日本市场。要知道，日本是丰田、本田的天下，而且是世界上第3大汽车市场。比亚迪敢于挑战日本，就说明他们做好了在国际化上打硬仗的准备了。还有车型上，特斯拉以中高端打开市场，然后依靠产业链将价格不断做低，所以他们的车型遍布中高端，利润呢也相对比较高。而比亚迪则是从性价比开始做，不断突破技术，然后布局高端，两者布局差异导致品牌的差异也比较大。但是随着比亚迪不断赢得顾客的信赖，它很快就会拥有自己的高端客群，就和当初的华为手机一样。举个例子，比亚迪已经在与华为洽谈合作，将共同推出新高端品牌星际，售价可能高达80到150万元。两家中国国内顶尖的企业强强联手，值得我们期待。总之，比亚迪成长到如今地步，不得不让人感叹，也希望它越做越好。好了，我是熊猫，都看到这边了，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呗，我们下期见。